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你们熟悉的丽姐。真心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订阅哈。每次坐在这儿，跟你们分享那些相亲故事，心里头那感慨，就像打翻了5味瓶，啥滋味都有。有时候听完那些事儿，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，可有时候呢，又忍不住直叹气。今儿个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可真是把我气得够呛，差点就忍不住要发飙了。为啥呢？这男女双方的婚恋需求，那简直就是2个极端，差别大得离谱。再加上那个男方啊，说话做事直得像根棍儿，差点没把人心脏给吓出来。嗨嗨，先不跟你们卖关子了，还是先来给你们讲讲今天故事里的女主角吧。她叫小朱，今年43岁，是广州一所大学正儿八经的硕士毕业生，现在呢就在那所大学当老师。就凭他这年纪和身份，照理说在婚恋市场上那不得是香饽饽，抢手的很吗？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这么优秀的一个姑娘，居然到现在还是单身。她自己也说了，原因有不少，但最关键的还是她要求太高了。高到啥程度呢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干红娘这么多年，碰到她这要求都忍不住头疼。记得小朱来我这儿登记相亲那天，我正悠哉悠哉地喝着咖啡呢。他一开口，我差点没把手里的咖啡杯给打翻喽。为啥呢？他直接就给我开了个条件清单，那架势就跟房地产开发商拿出来的购房合同似的，一条一款，清清楚楚。丽姐，我希望找的男生年纪最好不要超过45岁。你想啊，年纪太大了，生活习惯啥的都不一样，沟通起来也费劲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那眼神里啊，满满的都是期望。我听了，心里想着，这要求倒也不算太离谱，毕竟现在大家都挺注重年龄差的。就笑着点了点头，示意他接着说，工作呢得稳定，收入还得高，最好啊是公务员，要不就是有企业背景的。公务员嘛，工作稳定，福利也好。有企业背景的，收入肯定不会差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双手还不自觉地比划起来。听到这儿，我心里琢磨着，现在有不少大龄女性对另一半的经济条件要求确实都挺高的，这也能理解。毕竟生活嘛，物质基础还是很重要的。我就接着耐心听他往下讲。丽姐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他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。你也知道，我这几年一直努力工作，就希望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以后2个人在一起，总不能生活质量还下降了吧？他眼睛亮晶晶的，仿佛已经看到了和理想伴侣过上富足生活的美好画面。我心里默默点头，想着人家毕竟是大学老师，自身条件也不错，对经济条件有要求也正常。再说了，谁不想生活的舒坦点呢？可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他又接着说，我还希望他是离异未带子女的。你想啊，要是带个孩子，那责任得多重啊！我这年纪了，真不想再为别人家的孩子操心了，我就想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。他的眼神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那意思就是这条件没得商量。这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了，哇，这姑娘可真是有理想有追求啊！要求虽然不低，但也不算过分，就是有点太理想化了。不过她毕竟是个有头脑的人，学历又高，条件也摆在那儿，我就决定无论如何都得给她找个合适的男士。我也不敢再多耽搁，赶紧在我的资源库里一顿筛选。找来找去，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个相对合适的男士，阿伟。阿伟今年52岁，离异，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儿子。他在银行做高管，经济条件那是没得说，职业背景也符合小朱的要求。虽说年纪比小朱期望的稍微大了点，但从阿伟的各方面情况来看，他应该能满足小朱的核心需求。我琢磨着这事儿没准能成呢，就赶紧把阿伟的资料发给了小朱，还特意在微信里跟他说，小朱啊，我觉得这个阿伟挺不错的，各方面条件都跟你要求的挺契合。你看看，要是觉得行，咱就安排见个面。没想到他回复的特别快，就2字，行啊。我一看心里挺高兴，想着这事儿有戏。到了见面那天，我提前到了约定的咖啡馆，帮他们把位置安排好，还特意嘱咐服务员一会儿服务周到点。我就盼着他们俩能相看对眼，成就一段好姻缘。没过多久，小朱就来了。她今天打扮得挺漂亮，化了淡淡的妆，
穿着一条得体的连衣裙，显得既优雅又大方。我笑着迎上去说：小朱，你今天可真漂亮啊，阿伟肯定一见面就得眼前一亮。小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：丽姐，您就别打趣我了。我也挺紧张的，不知道一会儿见面聊啥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别紧张，就正常聊天就行。阿伟这人挺随和的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阿伟也来了。他穿着一身挺讲究的西装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看起来很有风度。我赶紧给他们互相介绍：阿伟，这就是小朱，小朱，这位就是阿伟。他俩互相打了招呼，就坐下了。我看气氛有点拘谨，就笑着说：你们俩慢慢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有啥事儿随时叫我。说完，我就找了个离他们不远的位置坐下，既能观察到他们的情况，又不会打扰到他们。刚开始他们俩还挺客气的，互相寒暄着，问问工作啊、生活啊之类的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想着这开头还不错嘛。可没过一会儿，情况就有点不对劲了。我就听到阿伟突然说：小朱啊，我这人说话比较直，你别介意哈。我觉得咱们这个年纪相亲，就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了。我离婚这么多年，一个人带着儿子也不容易。现在儿子大了，我就想找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伴儿。小朱听了，脸上的笑容有点僵，但还是礼貌地说：阿伟，我理解您的想法，我也是想找个合适的人好好过日子。阿伟接着说：我看你的条件，说实在的，有些不太现实。就比如说年龄，我都52了，比你要求的上限大了好几岁。但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两个人合得来。还有你说希望我是离异未带子女的，可我儿子都成年了，也不用咱们操心啥。小朱听了有点不高兴了，说：阿伟，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过分。我这些年努力工作，对生活是有一定追求的，而且我不想找个带孩子的，就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。阿伟也有点急了，说：小朱，你这么想就有点自私了。孩子都成年了，能有啥麻烦？再说了，我经济条件这么好，能给你提供很好的生活。你不能光看那些表面的条件啊。小朱一下子站了起来，说：阿伟，我自私，我只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已。你这么直接地否定我的要求，我觉得咱们没必要再聊下去了。说完，他拿起包就准备走。我一看这情况，赶紧跑过去说：哎呀，你们俩都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嘛，相亲嘛，就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，有不同意见很正常。阿伟也站了起来，说：丽姐，我真不是故意要惹小朱生气，我就是觉得大家这个年纪了，应该现实点。小朱看着我说：丽姐，我知道您是好心，但他这样说话我实在接受不了。今天这相亲就当没发生过吧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阿伟看着小朱的背影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：丽姐，你说现在的女人怎么都这么不切实际呢？我苦笑着说：阿伟，小朱她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。你呢，说话确实太直接了，相亲嘛，还是得讲究点方式方法。阿伟叹了口气，说：丽姐，我明白了，今天这事儿是我没处理好。等阿伟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，心里感慨万千。现在的相亲啊，真是越来越难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，都想找到那个完美的另一半。可现实哪有那么容易呢？就像小朱和阿伟，一个坚持自己的理想条件，一个说话太过直接，不愿意妥协，最后只能不欢而散。后来我又分别跟小朱和阿伟聊了几次。小朱说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，不想将就。阿伟呢，也说他觉得自己没错，只是希望找个能理解他的人。我看着他们俩这么固执，也实在没办法。这事儿过去没多久，又有一件让我哭笑不得的事儿发生了。有一天，小朱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：丽姐，我想通了，我觉得我之前的要求可能有点高了，你能不能再帮我找找合适的人啊？我一听，心里挺高兴，想着这姑娘终于开窍了，就说：行啊，小朱，你把你新的要求跟我说一说，我再帮你好好找找。小朱说：丽姐，我还是希望男方年纪不要太大，最好在48岁以下，工作稳定，收入能过得去就行。关于孩子的问题，我也可以放宽一点，只要孩子不太小，不用我太操心就行。
我听了赶紧记下来说，行，小朱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帮你留意着。挂了电话，我就又开始在我的资源库里筛选起来。这次我还真又找到了一个叫阿强的男士。阿强46岁，离异，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儿。他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，收入还不错，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。我把阿强的资料发给小朱，小朱看了以后觉得还挺满意，就同意见面了。见面那天还是在那家咖啡馆，小朱和阿强聊得还挺投机的，两个人有说有笑的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想着这次没准能成呢。可谁知道聊了一会儿，问题又出现了。阿强说，小朱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这公司刚起步，虽然现在收入还可以，但工作特别忙，以后可能没太多时间陪你。你能接受吗？小朱听了犹豫了一下，说，阿强，我理解你工作忙，但我也希望以后的另一半能多陪陪我。我平时工作也挺累的，就想回家能有个人说说话。阿强说，小朱，我也想多陪陪家人，但现在公司正是关键时候，我实在没办法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请个保姆，家里的事儿都不用你操心。小朱一听脸色就变了，说，阿强，我要的不是保姆，我要的是一个能和我相互扶持，一起过日子的人。你这样，我觉得咱俩不合适。阿强有点着急了，说，小朱，你再考虑考虑呗，我是真觉得你挺不错的。小朱摇了摇头，说，不用考虑了，阿强，我觉得咱们的生活观念不太一样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说完，他又走了。阿强看着我，无奈地说，丽姐，这咋回事啊？我觉得我条件也不差啊，怎么就不行呢？我安慰他说，阿强，每个人对生活的期望不一样。小朱他更希望有个能多陪伴他的人，你呢，工作太忙，可能满足不了他这点。这事儿也不能怪你。阿强叹了口气说，哎，看来找个合适的人真不容易啊。经过这2次相亲，小朱也有点灰心了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是不是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人了？为啥每次相亲都这么不顺利呢？我安慰他，小朱，别灰心，相亲嘛，就是得多试几次。你得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找到那个平衡点，不能太理想化，但也不能太将就。总会遇到合适的人的。后来我又给小朱介绍了几个男士，可不是小朱看不上对方，就是对方觉得小朱不合适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小朱都有点打退堂鼓了。有一天，小朱来找我说，丽姐，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相亲这种方式。每次见面都感觉像是在谈生意一样，一点都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。我笑着说，小朱啊，相亲其实就是一个认识人的途径。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像谈生意，但你得多接触几次才能真正了解对方。说不定哪天你就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了呢。小朱想了想说，丽姐，您说的也有道理，那我再试试吧。就在小朱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，转机出现了，有个叫阿明的男士来我这儿登记相亲。阿明44岁，是一家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，收入稳定，离异未带子女。我一看他的资料就觉得和小朱挺合适的。我把阿明的资料发给小朱，小朱看了以后也挺感兴趣的。于是我就安排他们见了面。这次见面地点我选在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公园。我想着在这种轻松自然的环境里，他们可能会更放松，聊得也会更愉快。那天小朱和阿明见面后，互相都感觉挺不错。他们沿着公园的小路慢慢地走着，一边走一边聊天。我远远地看着他们，感觉气氛特别融洽。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，时不时还互相开个小玩笑。聊了一会儿，阿明说，小朱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所以对这次相亲特别慎重。我希望能找个能和我一起经营家庭，互相理解、互相支持的人。小朱听了，认真地说，阿明，我也是一样的想法。我之前一直单身，就是想找个合适的人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和包容。阿明看着小朱，笑着说，小朱，我觉得咱俩挺有缘分的。从一见面我就感觉跟你特别聊得来。小朱脸微微一红，说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后来他们又聊了很多关于生活、工作、兴趣爱好方面的话题。越聊越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地方，
这次相亲，小猪和阿明都觉得特别满意。从那以后，小猪和阿明就开始正式交往了。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看电影、吃饭、散步，感情越来越好。看着他们俩幸福的样子，我心里也特别高兴。经过小猪的这件事儿，我也有了很多感慨。在相亲的过程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坚持，但有时候也得学会适当妥协和调整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找到那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而且啊，相亲不仅仅是看条件，更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和默契。希望大家都能在相亲的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儿啦。要是你们也有什么有趣的相亲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哦。咱们下次再见。